好啊。啊，好了，你洗洗我。所以可以洗洗了吗？好，不好意思啊。哇！我们第2季快结束了，我再不七夕没玩到。啊，我因为刚才说了，就是明星们是出来混，所以有那个容量接受千万粉丝的拥戴，就要有那个容量接受千万粉丝的批评。三里屯更衣室里面的人有出来混吗？没有。好，所以他们没有接受千万的拥戴，对不对？所以照你的理论，他们就不应该接受千万的批评。好，七夕完毕。啊，我可以说一句话吗？你不能说了，因为我七夕完毕了，坐回去。大家好，我是想要在奇葩说创造一份独家记忆的 KK 康永。大家好，我就喜欢男人对我说“算你狠”的 JD 金星。大家好，我是那个也特别想像我身边这位男神一样，有运气娶到7个老婆，但是我没那种命的 MM 啊。我是蔡小春，我今天来这里聊天。你在那边演过韦小宝是吧？这曾经演过。曾经想到过，真的生活里会有7个老婆会怎么样吗？不可能，不可能的啊，一个足够了是吧？是，就是可以在1个和7个之间做一个选择，对吧？一个好一点。这个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辩论题目，所以我们开始之前要给大家做一个智力考验。这个考验题目是这样的：人有3级，然后你刚好在电梯里，但是这一级又在3级之外，就是你在电梯里众目睽睽，大家非常安静的情况下，你实在没忍住，在你的身体中后部位冒出了一阵气体，并伴随有些许声响。对，你不愿意这样，但是这一刻发生了，你会说些什么呢？你试过？没试过，啊我听过。你身边有朋友？有一个巨星，很巨哦，很巨的巨星。星。有一次进去电梯里面，巨星旁边当然也有一些等，后面还有其他客人，但是突然间那个巨星一下，马上人，对不起，我放屁。到后面那个李一男啊，这个是有仕途啊，这个人。但之后那个人就一直跟着那个巨星。是这样的。只是有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突然间，我马上。这会不会是对巨星对他的一种考验？我不晓得。如果是你，刚好那天没有马仔，没有人举手说。你要看那个电梯里面有多少人，比如说后面6个，这样我的后面有6个。对，后面有6个，有2个当场晕倒了，有4个还坚持着。应该很自然就看后面。你不回头还好，你一回头他们就陈小春。我不晓得，我应该不会认，不认的，不认的。当时就把脸一捂，我叫郑伊健。但我是看在电梯里，我是看是响屁还是闷屁了。响屁，响屁你就承认了，对不起，哎呦不好意思，完事儿了吗？廣東話有一句，響鼻唔臭，臭鼻唔香，最怕你又臭又香。係啊。我干嘛学这句广东话？一共就学这么一句，非要学这一句，真的是。康永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就栽赃不了别人。你试试，我们先听听栽赃的办法。栽赃的办法一定就是只要那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就用很嫌恶的眼神看旁边那个人，就。那马老师你小春，你怎么又这样啊？对，上个礼拜就来一次了。那你呢？不是，康永哥还没说，如果不能栽赃吗？就很明确是我放的，就是。对。那我就得聊我爸爸过世的事情，就唤起大家一些人性的同情心了。我在想，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也确实好像只有承认哈，但是我会把他说的冠冕堂皇一些，我会说，对不起，我刚才的行为
真的不是一个很有范儿的事情。我送你们在座每人一箱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就当赔罪了。我估计这一期的广告费是收不到，太烂了。对对对，这个广告是做的不太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感谢有型有款不如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然后有范儿的这个创始顾问啊，周邦威在现场，《奇葩说》的身份在这儿出现了很多场次了啊，这引起无数女粉丝的关注。这样吧，邦威，你一直没有上台来过，我们今天在场上一共8位，正好这边缺个位置，你搬个椅子来，给他加一个椅子，让他坐到场上来。来，周邦威坐这边吗？对，就坐这边吧。那我们就算这边赢了，好了。汤永哥真是收起钱来比我还狠。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啊，来，我们看一看本期题目。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1分钟转发可达10万的时代。明星随随便便发个石头都会被疯狂吐槽，更别说真有点什么丑闻八卦了。有时一不小心，真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10年前，陈老师修个电脑，自娱自乐的羞羞照被流出，激起汹涌波涛，至今不能平复，常被我们挂在嘴边，记在心里。娱乐圈公认好男人，今天这个出轨，明天那个劈腿，一不小心被拍到，管你是婚内婚外，反正罪大恶极。一方面，侃爷觉得扒一扒有益身心健康，骂一骂缓解生活压力。网络言论自由，丑闻主角做错事就该被花式调教。留言评论只是在茶余饭后弘扬一点社会正能量，真是操碎了心呐。然而可悲的主角们，生活已经给了他们惩罚，是否还应该一再被万人唾骂？他们中有的诚恳道歉，重新来过，有的不堪压力，一蹶不振。万人齐虐，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网络暴力？侃爷想问，丑闻主角他们真的就活该被万人虐吗？我们这次这题好难答，而且好像只有我们3个人选这一方，所以我们被安排在这边。对，我必须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阵容，配了那么可爱的3个对手。如今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如今被吓到了。不，如今绝对不会。那是。来，队长发个话吧。我是队长吗？对啊。Of course。对面只有如今是 OK 的。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信心啊？说实话是没有。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输啦。加油！你觉得不能输吧？我每一场都觉得自己不能输，但每一场都输了。题目：丑闻主角就活该被万人虐吗？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面都是刷最近的一些故事。当然，你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太一样哈，但是立刻就有了一个就是丑闻主角那4个人的一个光辉形象，就闪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了。来，我们现场观众，红蓝键，正方活该被虐，反方不该被虐，请选择。好像一半一半的大概分布哈，57-43，不该的略占上风。小陈哥知道丑闻主角，香港狗仔队拍到，对，反正全世界都这样的，对。但丑闻的意义是什么呀？丑是一定丑吗？不能再美了吗？我没明白。比方说这两个人在交往被拍到了，也许被列为是丑闻。可是陈小春意思应该是说，后来他们2个结婚了，那就变成一个好事了。但如果2个人是非婚状态的话，被拍到，也不叫丑闻，只是他们的恋爱绯闻。哎，他只是不愿意。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不包括绯闻主角，是只有丑闻。丑闻其实可能包括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因为你犯法本身肯定是丑闻，是你吸毒啊，你什么涉及到违法的事情算丑闻，但是我们不讨论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们只说在网络世界里面，这个丑闻主角被万人虐，其实就是万人唾骂，他是活该的吗？有点灰色的，有点灰色，我觉得有点灰色的一个，就是这种灰色，就是你没拿定主意。
男神可以先不拿定主意，男神可以不拿定主意。你们其他2位团长呢？蔡团长和金姐，我还是选择不该。好，你同意啊？我说的是。康永哥呢？那个上一季啊，有几集我讲了唯心之论，那我其实不太在乎，因为我的价值观并不重要。可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被我影响了以后想要这样做，所以我简单讲一下上一季有哪几集是我真的很在意。可不可以看伴侣的手机？我选了应该看，我的主张是不应该看。不应该。所以不用问理由，理由在那一集里面都讲，反方都讲过，所以不重要。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那么相信我的意见的人，那我有义务要告诉你，上一季有几个题目是我只是站在辩手的立场讲那个立场，我不是真的那样相信的。这是一个。然后有人作弊应不应该告诉老师哈？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告密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告诉老师。但我会告诉他不应该的。你可以告诉那个作弊的人，可是你不可以去。不是，我的主张是不要告诉老师哈。然后结婚要不要在乎门当户对？我的主张是不要在乎门当户对哈。然后上一季的最后一个我要澄清的题目就是，在稳定工作跟追求梦想之间，我觉得应该选择追求梦想啊。所以这是我其他爱情的事情，我觉得大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意见。所以这几个价值观，我想澄清一下。然后这一季有2个题目我在意的，我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一个就是没有钱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只要想生孩子就生孩子吧，其他困难再去克服就好了哈。然后有一个题目很介意，就是小朋友被欺负的时候，应该要打回去还是要告老师哈？我不是很同意打回去，可是我更反对告老师，所以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告密的人。我觉得告密这件事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我觉得告密啥呀？还吗？告密是一个很阴暗的事，所以想别的办法吧。可是因为辩论立场，就像我现在被放在这个位置一样，就是今天这个题目，丑闻主角应不应该被万人虐？我非常本能的就会觉得不应该哈，所以我理论上应该是跟金星站在同一边的。我如果跟金星站在同一边，有谁可以站在那一边？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在立场这件事情上，康永哥已经被奇葩说虐了好多次了，我被虐1次也没关系。如果你们俩都选那边啊，我就觉得丑闻主角活该被万人虐。你有种你就不要变成丑闻主角，这个是不能保证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金姐跟康永哥一起，我们俩一起，好吧？我怕会打起来，没关系。他们2个没有，没关系。马东很厉害，马东相当厉害，马东到现在也很松喊了，马东很吓人了。金姐是很松喊，没有，马东很厉害的。你放心，如果是在电梯里，我一定举手。是。对，我是有仕途的人。我还是觉得有点害怕。你就先陪陪我，好吧？好，我们2个活该被虐。说一下，不行就投降，好吧？好。你们3个就跟我那么一样背的选择了活该被虐啊，是吧？然后周邦威显然是无辜被害，那没办法，你只能坐在这边了。你想想你会说什么？然后对面的这5位啊，那3位我都很熟悉。马瑞上一场来了以后，我也特别熟悉了。中间这位兄台，你贵姓啊？老师，我是常远。哦，就上一场是女孩。你变得这么快啊？哎，你这场这个装束还是挺那个什么，蛮飒的。我这么看完了，我觉得其实上一场才是你的真实面目。好，那谢谢马瑞和常远，还谢谢周邦威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踢馆大赛，谢谢。谁先开始？秋晨，哇，偶尔也来第一次一下。好了，各位，今天大家可能会以为我们讨论的关键是万人虐，但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活该"这2个字。什么叫做活该？活该就是指罪有应得，所以有罪是前提。那我就想问3个问题：第一，丑闻主角一定有罪吗？第二，就算他有罪，他罪不可赦吗？第三，就算他罪大恶极、罪不可赦，我们一定要用万人虐这种方法去惩罚他吗？好，一个个问题来解决。第一，大家都知道，很多丑闻的主角根本就是无辜的受害者。你说他是小三儿吧，
其实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结了婚。你说他公车上面不让坐吧，可能他当时睡着了，没有发现。你说他拍了一个淫荡的小视频，污染了大家的眼睛吧，可是他拍的时候并没有想给大家看啊。谁的电脑里没点？你的电脑里面有的是别人拍的，他的电脑里面有的是自己拍的。凭什么你没有错，可是他有错？很奇怪好吗？而且我觉得你们的错可能还大一点，因为你看的是别人的那啥，对吧？好了，而且他的隐私被人传的到处都是，已经倒了血霉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让他被千万人踏上脚，永世不得翻身，还有没有天理呀？这是第一种人，无辜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他确实做了一些大家觉得是错误的事情，可是我想问，我们不接受意味着这个人罪不可赦吗？说到丑事儿，谁没有做过一点点怕被别人所知道的丑事儿呢？我可多了。我知道你特别多，我就不想说你了。比方说吧，跟老婆撒个小谎了，对吧？像女生放点小电了，捡了钱不交给警察了，挖了宝不交给国家了，是吧？总有一点点嘛，总有一点点。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丑事儿，他就没有错。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问题。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叫情不自禁；发生在别人身上，就是狐狸精附体。哎，凭什么呀？正是有这种莫名其妙又不由自主的双重标准，我们才会不由自主的把那一个又一个有缺点、会犯错的普通人给活生生虐成了丑闻主角啊！好了，我们刚才说的是无罪之人都是无罪之人。既然没有罪，那又何来的罪有应得嘛？最后一种人，大家肯定心里想，总是有坏蛋的，总是有罪不可赦、罪大恶极的人。那这种人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想说，一个真正文明的世界不应该鼓励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去羞辱任何的个体，即便是一个已经定了罪、即将被送去服刑的罪犯，法律也应该保障他最后的尊严，不应该把他推到广场上、推到人群中，让所有人的人去凌虐他，这是不对的。而且，你看哪一个文明的国家和社会有一种刑罚叫做万人虐？没有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坏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亲自动手去虐他，才能彰显你所谓的正义的话，那要法律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呢？对不对？更何况，我们说，我非常的理解，我非常的理解，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团正义的火焰。看到坏人坏事的时候，我们恨不得代表月亮去消灭他。可是，人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他可能正义，但是他偏激；他可能善良，但他同时残忍。我们驯化这个暴君，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我们如果释放这个暴君，被这个暴君操控，我们就和野兽无异。谢谢。漂亮，说得好，太好，华斌。丑闻之所以叫丑闻，我觉得就是它触碰到了社会的道德底线。那么纵容丑闻，就是把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的往下拉。一个人出轨你不虐他，有一天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把一个女人带回家。一个人在试衣间幸福啪啪啪，你不虐他，有一天他就会把朝阳区所有的试衣间变成他的钟点房。朝阳区人民群众是不会干的。我知道，如果一个碰瓷儿的你不去虐他，有一天他就会变成一个车匪路霸。同样，一个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对于丑闻不闻不问，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冷漠。社会冷漠包括什么？包括你看见旁边一个人倒了，你不去扶；同样也包含了这个人被抢，你不去报警，不去喊。为什么？因为被抢的人不是你。比如说，你正在排队买票，突然有一个人上来插队了，结果这10几个人一起指责这个插队的人，你觉得他还敢插队吗？那有人说无所谓啊。他插了一下队，耽误几分钟，跟我没太大关系。OK， 那如果这时候因为你尿急，你在卫生间排队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插到你面前，你问我该不该虐他？我告诉你，我岂止是要虐他，我都会虐他脸上。所以说，有一句话
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现在社会拔刀是违法的。那我路见不平，我开口相助难道不行吗？如果我连说都不能说，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你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狠狠地去打一个女人，那么你上去指责他有错吗？没错，对不对？如果一帮人都看着这个男人打这个女人，我们都去虐他，去说他，他是不是活该被说？如果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大家网友一起去指责这个人的行为，难道我们有错吗？那么面对丑闻，如果没有万人站出来的话，那么制造丑闻的人他就不会得到应有的教训，丑闻就会越来越多，以至于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大家觉得丑闻不是丑闻的时候，那一天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敢想象。在我们东北啊，有一句俗话叫“能动手尽量别吵吵”。你说你都犯错了啊，你都犯错了，你都出丑闻了，我觉得我说你都没有任何意义，我想打你，但是呢，我打你那是违法的，那让我说两句不行吗？啊，如果我不去说他，就会给一些人在准备做坏事的时候有机可乘，甚至他是什么？甚至他是更加的狂妄。如果大家伙一起出来指责他这件事做的不对，那么以后他在做坏事之前，是不是心里得合计合计？所以我们的这个虐，并不是想让这些制造丑闻的人给他一些什么惩罚，而是给未来犯错者的一种震慑。所以对于制造丑闻的人，我们的态度就是必须虐，而且虐得他痛不欲生，最后好让他重新做人。谢谢。回到旗鼓相当的阶段了。大家好，我是丑闻。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就是说自从有网络之后，这个社会变得很可怕。当我参加完《奇葩说》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转变。我没参加节目之前，我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低调的瞅着。我参加完节目之后，有很多人把我拉出来，逼我在太阳底下瞅得很高调。曾经的我去搜微博，潇潇整容，潇潇同性恋，最近多了一条潇潇周思成。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刚才他说虐。但是你要虐我多久？因为现在一旦出现了网络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我脸上的玻尿酸都已经消失了，还有人一直在提我整容的事情。所以，而且你觉得这是丑闻吗？有一种丑闻叫别人觉得你丑，你知道吗？我整容，我花的我自己的钱，我做的我自己的脸，我没有得罪任何人。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有人出来告诉你，你是蛇精男，你整容是为了上位，等等等等。刚才大兵说我们虐他是为了教育他，其实不是。真正的万人虐是这一帮子人用暴力和愤怒凝聚起一股让你下跪的力量。他们不是为了和你和平谈判，他们也不是为了和你有一个理性的交谈，他们更不是为了引你向善，他们是逼你下跪，你们懂吗？这个时候你的态度必须诚恳，你最好流一点眼泪，还不一定博取到他们的同情，因为不知道过了多久，你的丑闻又会被再一次的翻出来，这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所以你刚才说是引人向善，是帮助人改正，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直接把那个人推入地狱。然后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我曾经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当过那1/1000，去虐过一个我同寝室的室友。他其实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手脚不太干净，小到洗衣粉，大到手机笔记本，可能什么都要去拿一点，什么都要去碰一下。直到有一天东窗事发，这个时候全班会不自觉地一起孤立他，然后所有人不会跟他讲话。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都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无比的纯洁，我们像白莲花一样的存在。直到突然有一天，就是我们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找到我们这一群所有的人，然后告诉我们，当然他不在，就说你们会不会觉得都2年了，你们有一点点过分。那个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自己无比的卑微，
我们总觉得我们抱膀子，我们很正义，然后我们去指责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他是否悔改其实真的不重要。但是当下我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很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这个人的恨，阻止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当我们去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和段位也给放低了，所以。不是我不想虐他，因为当我讨厌他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我跟他做朋友的缘分和可能。但我不想因为恨而阻止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实说一个很终极的观点，为什么我和甜甜一定要选择坐在这边，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两个怕以后如果我们俩出什么事儿的话，大家也可以用同样的同理心对待我们。就是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有一天呢，有人要约我周一见的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用怀疑，那都是真的。谢谢。樊爷樊爷，你今天穿的好漂亮。第一点就是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微博，它只有2个字，但是被转了1000万次，就是李晨跟范冰冰的《我们》，对不对？这个微博出来之后，收到了成千上万陌生人的祝福。如果你去那条微博看评论，你会看到怎样的话？会有人说：“恭喜你找到了真爱，看到这么多人祝福你，我好为你开心，祝你们白头到老。”那我现在做一个假设，就是假设现在李晨出轨了，然后他们分手了，那这么一个微博出来之后，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就是这个微博也会转1000万次。这个微博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现在去李晨的微博骂他，你再去看这条微博的评论，你会看到怎样的评论？或人说秀恩爱死得快，或人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或人说而且是很自我感觉良好的说，看到这么多人骂你，我就安心了，就像金姐上期说的。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个很对称的事情？这就是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嘛。你好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爱你、爱戴你；你不好的时候，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责骂你，这是很正常的。而且那些说秀恩爱死得快的人，往往曾经也说过祝你们白头到老。那些指着你鼻子骂你的人，往往曾经也对你伸出过援手。为什么？因为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就是喜欢把别人家事当自己家事的人。这是你不能控制的，所以潇潇，你现在你说你被攻击、整容怎样？但是你也收到了现场这么多人的爱戴，你在暖场的时候也获得了这么多的尖叫声，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所谓的代价吧。你作为一个公众人，你不可能说我只要获得社交网络给我带来的好处，它的弊端我不要碰，我只要万人赞我，但当我犯错或者在你眼中犯错的时候，你不能来黑我。我觉得这个不公平，而且作为公众人物，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有意识无意识的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吸粉。大家希望自己越来越多粉丝，因为粉丝越多，说明你越红；粉丝越多，证明你越有价值；粉丝越多，证明你越被越多人关注。被越来越多人关注会有怎样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事情会被放大，你做的好会被放大，你做的坏也会被放大，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所以第一个点，我想也用范冰冰范爷的话来总结，就是经得起多大的赞美，就经得起多大的诋毁嘛。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第二个点，我也要说3类人。刚刚秋晨说3类人，我要说3类人，就是想一想那些来骂你的人，我觉得也分3类。第一类就是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就是要指出你做错的人。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真的做错了，他们也骂得对。所以我觉得这类人其实不太需要计较啦。我觉得如果他骂的对，你还不让他骂，我觉得是个人问题。第二类人就是说，他肆无忌惮来骂你，你会发现他只是拿你当个出气筒，他只是在喧嚣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点进他的微博看，你会发现其实他可能自己的生活没有过得那么的顺遂。你会发现，你也绝对不是他骂过的唯一的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骂不骂你，跟你有没有丑闻没有关系。只是这个人，他只是单纯的很 enjoy 骂这个事情，所以他骂你跟你并没有关系。对于这类人，完全不需要去在意。那第3类人是可爱的，他们把自己的美好的3观价值
寄托了在他们喜欢的明星身上。比如说，某个明星离婚了，他离婚的这个事件就破碎了他这个粉丝寄托在他身上对美好爱情的期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要来伤害你和骂你，他是要否定你，他才能继续保护自己的爱情观，他要跟你划清界限，他才能继续相信爱情是善良的、美好的、纯洁的、长长久久的。所以，如果被别人骂一骂，就可以帮助到他，让他继续相信他希望相信的东西，我觉得也就算了啦。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类人，他们有不同的出发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不同的三观。因为有句话叫 "Opinion is like an asshole, everybody has one"， 这个是你不能控制的，所以你就让他表达。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觉得这是你需要承受的一份压力。如果你做错了事情，出了丑闻，还不让别人来说你的话，就说明你是希望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理解你。可是这是很可怕，你不觉得吗？当一个丑闻出来了，最可怕的不是万人虐，最可怕的是所有人都站在丑闻主角的这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说完了，谢谢。谁呀？来吧。我觉得特别难过。那如果对面的3位他们是从心而发讲这个辩题，那我没什么好讲。但如果是你们通过辩论技巧去讲这个辩题，那我尊重你们的辩论技巧。刚才樊野那个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爱你，所以我可以毁了你嘛，对不对？所以这只不过就是给这世间千万种丑闻一个很好的答案呢。因为猫事件，我爱我家的小猫，所以我可以随意处理它；我不爱它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丢掉，就可以虐它。就是你所鼓吹的东西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能毁了你，有这个道理吗？好像没有这个道理。大兵讲的更加的奇怪，什么意思？今天我们通过骂这个人，我们通过残暴的方式去虐这个人，可以树立起道德起来了。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不道德方式去惩戒一个不道德，结果反而变得道德了。各位，我们在万人虐这个行为本身，它不是个教育活动，它完全不是，它只是一个传播活动。我们看传播带来什么结果就好了。之前网上有一个明星嘛，离了婚，然后仍然以训爱的方式在讨好自己的粉丝嘛，所以所有人都骂嘛，万人虐嘛，你是渣男。但是结束了，然后呢，就是你们万人虐了，然后他更火了呀。你把他们的商业价值鼓吹起来，你的教义没有实现，所以不该啊。为什么？因为这恰恰是要维护我们的初衷，想要维护的事情。我们想要维护道德，所以我们对道德这件事情似乎小心翼翼。其实道德不是一个特别褒义的词汇，道德有的时候它是很中性的词汇，你不知道道德包裹下的是什么。而其实就像樊爷所说的，有的时候我只不过是通过骂一个人来抒发我内心一点点爽感。为什么会有人骂明星？因为明星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明星的生活非常的光鲜，所以我们看到有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就是丑闻。所以丑闻和道德从来都没有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铭记这一点。丑闻只和万人虐有关系。一件事情被万人虐了，万人想虐它，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和万人的观念不合，它即是丑闻，但不见得不道德。我们说之前很火的，在娱乐圈内最火的艳照的事件，里面那些受伤害的一个个男女主角，他们的表情在照片里看起来也没有受强迫呀，他们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不道德在哪儿？没有什么。而当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而当我们万人虐的时候，它成为了丑闻呐，它成为了和这一个人跟一辈子的事情。第二，伤害了什么？伤害了我们人类社会到目前现代社会以来最为珍惜的一些东西，那就是一个我们公信的良序。这个良序建立的是多么的困难。在原始社会当中啊，淘汰一个人很简单，老弱病残就被淘汰出去了，因为他们影响了这个部落迁徙的进程，所以我们不要他。再往后，那比如说中世纪在西方啊，有个女孩她看起来患了病，所以大家认为她是被女巫附身了，要把她挂在十字架上烧死，对不对？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没有一件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现在渐渐发现了，不能随随便便的拿一个人的尊严做赌注，所以道德可以讨论，而道德讨论的前提不要建立在一个人的尊严的身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良序是什么？
是我们有辩驳，我们有交锋，我们来讨论这件事儿 O 不 OK， 而并不是万人虐呀。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离现在时间也没有很长，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暴力的事件，对不对？我们会把一个人挂出来，我们会让他成为一个负面的典型，让他跪在所有人的面前。这件事情似乎离我们现在生活非常非常的遥远了。但是网上的这件事和这个实际差别大吗？他只不过改头换面，又粉墨登场嘛，在网络上招摇过市了吗？对不对？有人会不以为然的，而这就是对方鼓吹的万人虐。永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说也就说了，千万不要鼓着这个正义的大旗，不要歌颂，这是一种道德。谢谢。坐在这边是严日金。哇。秋晨告诉我们，活该指的是什么意思？叫罪有应得，没有什么事情是罪有应得的，这是你看得太重了。其实我们这里说活该，很简单，我们说这事情很正常。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选那一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被人赞美。你觉得别人赞美你，你很喜欢听；你很可爱的时候，别人讲你很可爱啊，你会觉得很开心。但你很正常，如果有人讨厌你、不喜欢你，你会很在意，你会不喜欢，这很正常。但为什么这么正常的事情，在万人虐的情况之下，你会突然间觉得不正常呢？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万人。当一个事情一个人做、两个人做，你觉得还好；万人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丑闻的主角特别的可怜，特别的惨。但是各位，我们站在这里不是讲我们道德观不好，我们三观不正，我们只是要让大家想一个事情：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万人出来虐？每一个万人出来虐的时候，他是带着万人的身份的吗？我看了啪啪啪事件。三里屯啪啪啪事件，没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看了三里屯啪啪啪事件，我这时候在网络上面某一个微博不小心看到了，我就说，哦，难怪那一天我在更衣室等了这么久，原来里面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这太不要脸了，我就写了一条。那时候我是在发什么？我是在用万人的身份虐你吗？不对。我是要个人的身份，就只是我自己想说的话嘛。但是同时候有很多个人跟我说了同样的话，结果就变成了是万人虐。就好像我今天去吃饭，突然间很多人拼桌，变了团圆饭。每个人来拼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餐饭不对。就好像我做错了一件事，我妈妈来骂我，你觉得对，你活该被你妈骂。这时候我爸又来骂我，你讲还对，活该被你爸骂。然后有三姑又六婆，越来越多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对了。有10000个人停，请你拿号码牌，10000个以上，你就是在虐我，你改，这事情就不对了。其实道理不对嘛，一样事情，如果你是做错了，我们会评价你。但是这万人虐不是我们招兵买马、拖马仔全部一起来我们虐他，没有，是刚好大家同样一起遇到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网络的世界。以前的世界，可能你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丑闻，会是隔壁的三姑六婆跟你家的邻居，或是整个河马村，我住在河马村，河马村的人知道，所以虐的人够不上万人。但是现在是地球村，动一则就上成千上万，而且就像这里人特别多，这样我们就要适应嘛。如果你说不应该被万人虐，只有2种办法。第一，我们制造一个无菌的社会，没有负面评价的社会。就你完全，就你去外面吃路边摊，就很容易拉肚子。这样你就不能要求每一个路边摊、每一个摊都有做到绝对完美的卫生标准，这不现实。你要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只说你的好话，不说你的坏话，这不现实。而且，如果我们又不上网的话，这样又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这样也不好。所以，另外一种第2种解决方法，简单。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如果你想吃路边摊，训练一下你的肠胃。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会让自己不舒服，人的心会不舒服，不是别人造成的。
不是我骂你让到你不开心，是你自己让到你自己不开心。小时候我做错事，我妈就会说：“为什么你惹我生气？”我说：“我没有啊，是你自己选择生气的。”不是别人惹不惹你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事情，有一些妈会生气，有一些妈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嘛。所以在面对这个网络事件里面，如果你一不小心做了丑闻主角，我们要做的不是怪社会、怪地球、怪你们、怪别人，我们就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就不要让自己生气，不要让自己伤心。愤怒、情绪、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不当一回事，那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要知道，在网络的世界有一句话叫"食得鹹魚抵得渴"，吃得到鹹魚。如果你吃了鹹魚，你就要耐得住渴。网络世界是一个围观与被围观的世界，要么你不要出丑闻保护自己，要么你出了丑闻你就要玩得起。谢谢。本来应该是这轮是轮到长远来说，但是我跟他换了一下，我怕我刚才想的东西忘记，然后我能不能怕他把你说的说了？也许，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可能还真的别人说不了，所以我能不能站到舞台的中间来说？当然啊。我呢？其实来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大家平常看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的时候，认为我是一个会长，我能说会道，我说了那么多明星的八卦，我讲了那么多所谓的道理，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对这么多能够讲道理的人，我到底能说出什么来？这是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是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所有的导演，包括我在上一场大家介绍我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是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的，你怎么能站在不该的这一方呢？你不就是在做那些该的事情吗？其实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做关爱八卦成长协会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事儿。我以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辞掉了我的工作，我带了一批小张，今天我们出来创业。当我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第一期节目是做袁姗姗。袁姗姗是一个很神奇的艺人，因为在我们当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骂他？你随便在网络上搜一下，你会发现说反袁姗姗全球后援会，反袁姗姗驻南斯拉夫后援会，无数的这样的人。OK， 当时我们想要用一个节目来捕捉到大家的这个眼球，所以我们做了，就有了袁姗姗滚出娱乐圈这个话题。可是我们当时做完这件事情，直到今天，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要告诉袁姗姗本人，会长在这儿给你深深的鞠一躬，对不起，我们做错了。因为在接触了袁姗姗本人之后，或者是跟他的团队打交道了之后，你发现这个艺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艺人。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有很多人不了解艺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丑闻的主角，他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刚才潇潇，包括甜甜姐在这儿说，他们为什么要站在这一边来，说自己怕成为丑闻的主角，然后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其实不是，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当一个艺人如果出现了类似于丑闻这样的事情，本身他要承受的是什么？你跟一个经纪公司签了约，你可能签了9年、10年甚至以上，你如果产生了这样的丑闻，你做的代言必须要下掉，必须你还要赔钱，然后这个公司可能就不会再签你了，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丢失工作，这可能还是一点点的事情，我可以再做别的。可是，当所有的人用到了这个字“虐”的时候，这个事情特别的可怕。刚才这边一直在说可怕可怕，可是我没有觉得你们讲的这些画面和图景有多可怕。你知道什么样的画面是可怕的吗？就是当你看见了一个人站在楼上，他可能做了一件错事，他无法承受，他本来要改过自新，他本来要重新做人，而这个时候所有楼下的人在拿着手机拍他。这个时候所有人，你跳啊，你应该跳啊，你活该死啊！你要让他怎么办？你要让他去死吗？我们的目的是让他改过自新，还是让他死？我们从那一次的事件过后，我们端正了自己的三观。我曾经也是一个艺人，谁不会犯点错？谁不会有控制
不住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讲道德，我们就讲每个人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做选择。有太多原因让你做选择了。我希望让所有娱乐圈里的艺人都能够了解，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粉丝或者爱你们的人，他们是可以理解你的。那么有这么一群理解你的、爱你的人，你还舍得在接下来犯过一次错之后再犯第2次吗？我觉得任何的明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最后的落点就是，等会儿让我想一想，我们是良心做节目的一个团体。哎，关八是个好协会，要想好好聊天，请喝雅哈咖啡啊。落点就在这儿嘛，对吧？啊，这边是谁呀？哇，周方伟呀！所以赢了。丑闻其实已经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也许是触犯了道德底线，也许是违纪违法的事情。当你做错的事情被人骂，其实是活该。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随地扔垃圾，被路人笑了，合情合理，因为我做错了事情。我穿衣不得体，我在面试的时候穿着拖鞋进去了，被人笑，合情合理，因为我做错了事情。所以当你做错了事情被人骂的时候，因为他们心中有怒火，也许是因为你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所以他们需要去抒发他们心中的怒火。其实当丑闻被揭发的时候，最忌讳的应该就是你去狡辩，你说不，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应该去做的就是我错了，我道歉。因为别人骂你，说明别人至少还在乎你，说明你至少还有站出来改错的机会。所以如果有一天，假设我真的是某一个丑闻中的男主角，我觉得我被骂，我活该，因为我意识到我做的这个错误的事情是个错误，因为我要知错就改。谢谢。好，方月，那个，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想换回女装的冲动？我觉得还是走邪路子是，是确实。上一期确实不太正常，然后因为是比较娱乐的一个话题，上一期，然后这一期我觉得是相对来说会严肃一些，尤其我也是作为一个娱乐的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么一个人啊，我觉得真是这话题呢，咱一定要掰扯掰扯，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不应该，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咱们每个人没有赶上这件事儿，可能是你只是看热闹。有可能咱们网友看到的呢，只是冰山的一角。我确实跟很多演员都合作过嘛，然后有一些演员呢，也是被扒过啊，被大家去说过他。但是其实这些演员，你们看到他被宣扬出去这些，不管是离婚啊、出轨，这些都是只是冰山一角。他其实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为了一场戏和对手戏的演员去掰扯好长时间。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多考虑这些人可爱的一面，就不会去想那些事儿了。别把他当成一个明星啊！想转发的时候呢，咱别动这手指，对吧？就把他当成一个隔壁老王的一个事儿，就会看得很淡了嘛，对吧？我们就没必要去转发了。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特别好看，讲的是一个男主角，然后呢，他是一个娱乐明星，非常的出名，然后呢，大家也很喜欢他。对。但是最让他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得了艾滋病，这件事儿才让他火了。这最后呢，这个也是被舆论啊，这个演员呢被舆论给逼死了啊。这个电影很好看，大家可能都看过吧？啊，都没有看过，因为它没有上映。这个国庆档的这个《夏洛特烦恼》，大家一定要去看，谢谢。哎呀，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爱做广告的节目？真的很奇怪，我们从来不在这个节目里面做广告。10月17号在上海演唱会，这个段我们会掐掉的啊。10月17号。对，然后就哪些人？我们5个人。对，然后上海11月就在广州。
12月就在武汉。Thank you。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丑闻呐！好，我们到时候要看看小春哥的演唱会。马薇薇，就我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就刚才我举那牌子叫饿死你，什么意思呢？是刚才你们想的一切都是有一些事不违法不乱纪，仅仅因为他是明星，所以他做的一点点跟你的道德审美不太符合的瑕疵，就会被在万人评价之中无限放大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第一注重万人，第二注重虐，你们很生气这2点。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家出来混做明星的，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一些小优点也会被粉丝无限的放大呀，对不对？很多明星干了什么？面朝大海，只发自拍啊，转发过1000万呢。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一个小小的东西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呀？所以凭什么你只肯占无限放大的便宜，不肯吃无限放大亏呢？你知道吗？这就是明星的代價，叫做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行。食得鹹魚抵得好。對，這條路是你自己選的，不要因此而怪罪別人。如果一個明星拉黑所有去罵他的粉絲，最後的結果就是他沒有粉絲會餓死。OK， 緊接着第2點叫什麼？這是洗粉良機，什麼意思？在现代一个多元审美的社会，是不可能再重新出现上一代社会的大众偶像的，不会再出现那种所有人都喜欢，一出来就咣的一声觉得是女神男神的人了。坦白讲，就是歌坛不会再出现王菲这样的所谓天后，我们会各有各喜欢的小众明星，就比较难了，因为审美越来越多元。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出来混在意的是什么呢？是在意的是真正对好自己这一口的。我们做的是小众市场，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当我的瑕疵被放大的时候，你接受不了的人我走掉了，我做我自己的时候，这是我的代价。但是它会使我的粉丝忠诚度更高嘛，对不对？什么叫真正的爱你的粉丝？不是说平时你做对事的时候狂夸你的，是像高晓松老师那样还发自拍的时候，大家都说男神别说话吻我的时候，那种才是真爱粉嘛。好啊。啊，好了，你洗洗我。可以洗洗了吗？好，不好意思啊。哇！我们第2季快结束了，我再不七夕没玩到。啊，薇薇刚才说了，就是明星们是出来混，所以有那个容量接受1000万粉丝的拥戴，就要有那个容量接受1000万粉丝的批评。三里屯更衣室里面的人有出来混吗？没有。好，所以他们没有接受1000万的拥戴，对不对？所以照你的理论，他们就不应该接受1000万的批评。好，七夕完毕。啊，我可以说一句话吗？你不能说了，因为我七夕完毕了，坐回去。啊，这边马薇薇说完，被骑一次，后面有人说吗？潇潇吗？好，哎呀，其实我说真的，就对面包括我们场上这些选手，没有一个是键盘党。真的有什么丑闻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去在网上去抨击他，说你怎么贱啊，你怎么渣，怎么样的。包括刚才如今和薇薇那么颜值做作，但是说真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什么丑闻，有什么事情爆出来了，他们就算今天站在那边，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虐我。我会的。你 Me too。马老师，我是你的人，你傻呀？你是他的人啊！我自虐。其实我今天要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薇薇和如今他们今天说要虐要虐，他们就算是要虐，虐的是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爱会蒙蔽他们的眼睛。哪怕以后我真的做错什么事儿，你们觉得他们会虐我吗？他们不会，他们会出来帮我。同样，我想告诉大家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恨也会蒙蔽你的眼睛。你们为什么愿意去虐他？因为这个人没有跟你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你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指责他。但是你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人是你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你不会虐他，你会帮他的。
好，来吧，天宇。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个区分好了，这样子说吧，丑闻主角活该被虐，和群众万人应该去虐他是两件事情。对，什么意思？今天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说人贩子，他拐卖幼女，同时还干了他，我们觉得这个人十恶不赦，活该被凌迟处死，要割得一片一片的，这样才解恨。但是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群众或者说公权力是不应该去凌迟他的，我们最多也就判他死刑，一枪过就算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切分在哪里？在于一个人他活该被虐，和你要不要去虐他，这是两回事。我们不应该去虐他，但是他活不活该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一个明星活不活该被虐，说的是他这个身份、他的社会地位，他做了这件事情，他是处在一个可以被万人评价的地位的，就这么简单。秀珍，刚才我说了，我们注册一个 ID 只要5分钟，我们发一条人身攻击的言论只要5秒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那些公众人物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时候，人心中的那个暴君，人心中的野兽就会被释放出来。你们说，身份，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应该经得起这个虐，这就见鬼了，好不好？各位，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损失了1000万，你会说他活该吗？就是莫名其妙被偷了，你会说他活该吗？因为你有钱，所以你活该损失那么多；因为你出名，所以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是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见鬼的价值观！而且因为一个身份的问题，就对这个人进行区别对待的话，除了强者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还有弱者呢，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所有的丑闻主角都只是明星而已？除了有普通人，还有一些其实很弱势的人啊。凤姐怎么办？芙蓉姐姐怎么办？他们做错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他们丑的人其实多了去了。如果你因为身份的问题，就可以说我对他区别对待、虐他，那可是这些弱势的人，他岂不是过得更惨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就是反正你也拦不住啊，你难道能够因此而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吗？我们从来不会说，为了不让人被虐，所以我们要限制某些人的言论自由或者你评论的自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想说，你发每一个帖子的时候，你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心里想一想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拦不住，可是拦不住不等于活该啊。除了生老病死，还有爱情的消逝，还有我们输过很多比赛，对不对？我们输比赛也是有原因的，可是不会说我们自己是活该，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正常的，不是拦不住的，就是活该的。我们只想说一点，就是这个人不是罪有应得。谢谢。不过说真我打断你一句啊，你举了凤姐的例子，我觉得凤姐跟我的处境是一样，就是怎么可能？人丑没有关系，但是出来吓人就。你知道吗？你现在是要我们安慰你对不对？我们开始吧。我偏不安慰你。我们陈明，对方有一点不信任民众的力量，认为乌合之众，人一多，声音就失去理性。在传播学领域，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真正的给他充分的时间之后会激荡，你知道吗？当有万人在虐一个事件的时候，如果真的他非理性，会有1人来虐那个万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力量。我们总是看到了那波骂的人，却没有看到那一波还可以骂那些骂的人，然后又有人骂他，然后声音会不断的撞击。只要你给予他时间来沉淀那个声音，最后就是那个社会关于这件事情的道德共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撞击后的结果。所以我一句话收很简单：有万人在虐，然后有1人在虐万人，然后有很多虐的那个声音的社会，远远好过一个丑闻出现了之后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你想听都听不到的社会。谢谢。好。来了，我们进入到，我太想这个辩论了。您先说，这次是康永哥和金姐。我先讲嘛，因为这个话题，那个康永哥跟我在一个方说，我特别轻松。在20多年前，本人做出了一个特殊的选择，是我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算个新闻，但在某些人当中就是个丑闻。人们都在看笑话。我很感激，在20多年前，我们只有手机，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那时候自然给我一个保护膜，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现在做了变性手术的话，妈呀，我会被骂死的。但我骂不死我的，明白了吗？
这个世界真正的女神、男神都在这儿呢，出现的，放心好了。所以说，我想说，我举例就是到我来参加第2季奇葩说，我只是来把我观点来谈论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我说话，你要说我辩论不好，你讲的没有道理，什么都可以，他就说的你个变性人怎么，这跟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呀？还在虐呢，这有什么关系啊？我做任何事，你说我跳得不好，你的节目做得很烂，都可以，他没什么可说，在阴暗的角落里头，连个名字都不敢放，全是一堆数字，连个照片没有，完骂你一句哒哒哒哒，还拿你变性说事儿。他在找一种存在感。曾经有一个导演，我不说他名字了，他都潜意识的，貌似好像跟你做朋友，完了他有一次谈话当中，突然间说出说的，哎，像你这种人怎么能活得这么好？有，很多人觉得这话好像是受侮辱，但是恰恰金姐是打不倒的，这话反而刺激到我能活到今天。我说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活得会最漂亮。所以说，万人虐，它不是我给你一个观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说的这件事我有个看法和观点，这不叫万人虐，而是根本不了解情况，在那儿痛快一番，啪骂了一句极其不负责任的话，这叫万人虐。所以我觉得丑角如果他在法律层面上受到惩罚的话，有法律，有各个方面去制裁他，咱们不谈他。但把这些全抛开，他是有意无意成为丑闻主角的时候，别忘了他还是个人，时间和各个方面会给一个公正的判断的。况且我没有任何丑闻都被人虐呢，只是你的价值观、你的观点跟我不同啊，我在你面前就是丑的啦。你活得多龌龊呀！理性的观点态度值得提倡，但是无聊的谩骂过瘾，我觉得就是特别 low 的一件事情，很低级的一件事情，非常低级的事情。我只说我的观点，所以我最后那个辩方呢，我交给我康永哥，谢谢，谢谢。那我们1对1吧，所以接下来你们2位谁先来吧？小春先来吧。我的是小朋友的东西哦。你还没有决定要站在哪边？我决定好了，但我这是很 low 的一些。慢慢来，慢慢来，没有关系。OK， 其实我是对金姐是 respect， 她是我师姐，非常勇敢。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网络的平台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这里的叨。这问题出在就网络里面，已经有网络。我也有人给人攻击，我偶尔看看啊，那无所谓，但有时候有底线。你冲到我底线的话，你出来。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态度。对，你搞我骂我，你讲个不好听，你这搞干嘛？无所谓，但你牵涉到我的底线，我的后面家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我就要说 sorry，cannot， 这就是网络。你讲几句，我不会觉得我很伤心，我不觉得是我很。这个是我更辛苦，如果有气的话往下走。其实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往下走也不要在电梯里面。但我觉得是就人呢，大家都是人，是为什么要损人家呢？所以你变到他们那边去了。他在这边了。对，他在这边，他终于成功的叛变了。因为我文字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好，没有你们的哒哒哒哒哒叭叭叭叭，你哒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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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啦啦叭叭叭叭叭。觉得我们历任所请过的男神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陈小春，就对付这些会辩论的人，最厉害就是把你抬出来，你一拍桌子，他们全部不说话了，通通跪下来跟你道歉。好，正方的各位辩手，你们今天讲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应该讲得出来，可是我不敢讲，我怎么会这么害怕？我连上一季在100人船上要炸掉那艘船，我都奋勇的
站在了炸掉的那一方，直到最后我才投降。今天我为什么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自己？你们在养一只怪兽，你们的每一个立论都把放出那只怪兽的笼子的门往上抬一点点，1公分、2公分、3公分。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害怕，我就责备我自己说，我再怎么会辩论，我也不可以站在你们那边，因为我只要力气再大一点点，帮你们再往上抬5公分，那只野兽放出来，在座没有人关得回去。今天最珍贵的发言是马瑞出来对袁姗姗道歉那句话。可是你觉得他这个道歉有办法把那只怪兽关回去吗？袁姗姗滚出演艺圈，这只怪兽已经被放出来了，它被养成了。你这个养育它的人，你再怎么道歉，那只怪兽不会再回到笼子里面来了。它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你们一旦放出这只怪兽来，在座的各位，你们没有人有能力把它关回去。所以我一点都不敢站在你们那边。万一有观众只看了前面5分钟，说啊，蔡康永站在那边，所以蔡康永赞成这件事，他没有看到我后面投降的部分怎么办？这就是那只怪兽可怕的部分，就是它一旦被放出来，它不会只去咬有能力抵抗的金星，有能力抵抗的我，有能力抵抗那些你所谓接受过1000万粉丝拥戴的明星偶像，他会去满街上任意咬他们要咬的任何人，那个才是我觉得害怕的部分。所以这一期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辩论的题目，没有可以辩论的空间，怎么办？你等下还要辩论，所以我会非常佩服马东等下讲的论点，可是我今天会我投降了，你赢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根本的信仰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就是我刚才有仔细聆听了正方的各位站起来所说的话，他们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都免不了说出了2个我最害怕的字，什么字？叫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站起来都说，法律处理不了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人有错的话，那我要发表意见。觉得是我觉得非常可怕的2个字。因为你的觉得一点证据跟根据都没有，你没有搜证过，你没有采访过，你没有深入的了解过任何事情，你只有觉得。那个觉得就是你们在用你们的道德标准去教训一个他觉得他没有错的人啊。所以当万人虐我们奇葩说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我们奇葩说节目被万人虐到烟消云散不复出现的时候，那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那只怪兽被放出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鼓吹我们把法律放到一边，只要我们觉得不满意的事情，我们就来虐它，把它弄到烟消云散不再出现吧。所以你们身在其中却站在外面的立场，这个是我觉得可怕的部分。最后讲一件事情，高晓松以前跟我辩论的时候常常举历史的例子。历史是人文学科，不是社会科学。科学是经济学、统计学，是有经过数据论证的过程而达到一个结论。历史是学科而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一团迷雾，我根本没有兴趣像高晓松一样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整理那团迷雾，然后提出一个解释。我问你们在座的100个人哈，你们一起大声回答我：岳飞是谁害死的？回答我。OK， 所以大家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岳飞是这个姓秦的人害死的，所以呢，就有人把秦桧的铜像坐在那边，让他跪1万年，跪在那边就是你永远都要跟岳飞赔罪。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为了今天这个题目，我还去查岳飞是谁害死的。岳飞恐怕是宋高宗害死的，因为宋高宗不想接自己的老爸回到朝廷来夺去自己皇帝的地位。可是你觉得一个皇帝说得出口跟老百姓说我不想接我爸回来，因为我要继续当皇帝，他说不出口，所以他得要找一个人替他执行这件事情。所以主张迎回他爸爸的这个岳飞被宰了，而秦桧当了这个宋高宗的手套。你想这么一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例子，就是岳飞跟秦桧的故事，我们都已经懒得去管他的真相了。你想秦桧这个人如果现在在网络上不被虐死吗？他有没有背黑锅我真的没兴趣知道，高晓松可能有兴趣知道，可是
我查了抵抗鸦片的林则徐，我查了明崇祯皇帝的时候被万刀凌迟的袁崇焕的故事，每一段历史都告诉我那个人的评价模糊不清。他一下是忠臣，袁崇焕2年前是国家英雄，2年后在广场上被杀万刀，老百姓冲上街去咬他的肉来吃，这是怎么回事情？人的历史评价是要经过多少年都搞不清楚的，何况是此刻。所以你们所说的每一个丑闻主角，都是活在这团迷雾之中，而是我们任性的觉得你对或者你错，然后我就决定我要不要虐你。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你金星身历其境，我身历其境，所以我们有感受。潇潇已经开始身临其境，范甜甜已经开始身临其境了，所以这件事情回不来了，你们只会越来越多万人虐而已。我对于今天的胜负呢，也不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万人虐的事情会继续下去。可是好歹你们这些把怪兽养的那个笼子的门往上抬的人，今天听了我讲话之后，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题目，你们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我放出这只怪兽来，你们收得回去。如果收不回去，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暗灯的100个人，有一天沦为这只怪兽去捕捉的对象的时候，你只能够后悔你今天站在放出来的那一方。讲完了。我其实特别同意他们2位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没有特别多的辩论空间，我只是对于康永哥的有些类比，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这只怪兽。袁姗姗滚出娱乐圈，这只怪兽被放出来了，但是袁姗姗没有滚出娱乐圈，连今天放这个怪兽的人都给袁姗姗鞠躬道歉，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相信这是康永哥的一个辩论技巧，把在座的100个人逼到一个绝境，去做一个选择。但没有关系，我只是想。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本身来，我这个人就是闲的没事儿会拆解题目玩，那我就特别想问，丑闻指的是什么？我想大约有这么几个方向，有商业丑闻，我觉得试衣间事件大约不是一个丑闻，那2个人也不是丑闻的主角。如果是有背后推手，这是典型的商业丑闻。那如果没有背后的推手，它不是丑闻，是一个悲剧。我们在讨论这道题目的时候，一定先分清楚什么是丑闻，什么是悲剧。可能还有学术丑闻，我不用解释了。大约还有明星丑闻，但是明星丑闻大家讨论了很多。是因为明星因名气而获得了名和利，所以当你有丑闻的时候，你就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所以当我们把丑闻和悲剧全部都分开的时候，我们觉得丑闻这件事情是特别不可靠的，因为历史在进步，但悲剧一直有。比如说20年前金姐的故事，很多人认为是丑闻，但今天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对她的不理解是一种悲剧，因为我们的知识系统还不健全，我们还不够开化。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文明，要不然就不会有所谓的龙阳之好，要不然就不会有所谓唐代的断袖的等等的那些故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大约15年前在讨论同性恋的话题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巨大的丑闻？怎么会这样呢？这是病吧？这是犯罪吧？这是悲剧，因为我们中间经历了几十年禁锢的时代，我们已经忘了我们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们经历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丑闻，而只是悲剧而已。如果分清了丑闻和悲剧，我们今天再用这个态度去审视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丑闻，哪些人是丑闻的主角，我觉得我们要打问号。
反过来说，万人虐这件事儿要分开，万人这件事儿是一个比喻，但万人是什么造成的？是传播造成的。我们以前住在一个村子里面，我们大概就是100人虐，因为我出轨了，然后全村的人都知道，全村的人都拿白眼瞪我。但是如果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村子的话，我告诉你，我的下场会很悲惨，因为我会被浸猪笼。你说你是女的？对，从100人变成了万人，它是传播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不用在上面留名字，不用在上面留名字的时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我虐你一下，并不因此表达我有多么高尚，也并不因此表达我对你有什么成见，只是我爽一下。这是乌合之众的一种情绪宣泄。如果是这样，我们能改变它吗？如果它是一个怪兽的话，它从来就没在笼子里待过。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叫《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但这个世界也不会更坏了，因为这个世界从成为世界的那一天开始，跟今天就一模一样。所以万人这件事情只是因传播手段的变化而形成了一个效应，不会有什么改变。虐这个词在今天的网络上，你如果觉得他在你下面骂你或者赞你，就是一种真心的赞或者真心的虐，我觉得未免天真。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么去拆解一道题的时候，丑闻如果不能确定，主角是谁不知道，万人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虐是一种大众心态，那就剩下活该了。那活该是什么？北方话活该也叫活受，就是活该受着。所以活该在这个地方不像秋晨所说的是一种你活该，北方人会说我活该。所以活该是什么？大约是一种因果关系，它没有特定的指向。如果我是一个明星，我因一段丑闻而被大家不可改变的去虐的话，整个这个关系不是一个确定的因果关系吗？那这种情况下，所有整个这一条关系里都不可改变，它不就是活该吗？我从这个角度上去觉得题目没有问题，丑闻主角活该被万人虐。我不主张去虐别人，我想说说我恨的是什么。我真正恨的是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或者网络取消了匿名而必须实名的环境，每一个人所付出的代价，那才是我真正恨的。我真正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你因为不戴头巾会被人把鼻子割掉，你因为受教育会被人用乱石砸死，你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会被别人用高射炮平射，那才是真正我们要去恨的东西。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愿意为了那只怪兽而去实现网络实名制吗？我们为了愿意让大家向善，不要去骂别人和虐别人，而把网络封掉吗？我们不愿意。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现实环境下，对丑闻主角的万人虐，大约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活该就更对了。我说完了。不管您的观点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整个奇葩说所追求的。我们让所有的观点并存，才是最有价值的。请大家投票。
同时，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辩论当中到底谁胜出了。让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反方获胜。用暴力和愤怒凝聚起一股让你下跪的力量。被这个暴君操控，我们就和野兽无异。千万不要鼓着这个正义的大旗，不要歌颂，这是一种道德。好，请坐，请坐。 Nice。我们要请我们这个3位导师在你们的这个题板上写出本场 BB King， 本场 BB King。但是我要问一下，本场 BB King 包不包括踢馆的人？不包括。不包括啊。好，那我们就是在姜思达、潇潇和秋晨之间选出本场 BB King 来，请写题板。哎呀，我觉得下一季我要找一边去做辩论。哎呀，下一季你做选手，下一季我主持你辩论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对呀，我主持。老爷换位置了。那到下一季的时候，我希望永远都是你们2个。我们的3个赞助商还能够持续的赞助我们更精彩的这个节目。这3位赞助商分别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以及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谢谢。还有一吃就变豆自己跳碗里的 豆，谢谢。哎呀，广告也说完了，来我们看一看结果，为什么是他？我喜欢他。Good enough 。你还没写，还在沉浸在自己的辩论当中。不是小不是朋友来的还在认自己写的那个字儿。康永哥为什么是他？我把我的 BB King 给这个选手，是因为他今天是站在那个虐人的那一边，而不是站在被虐那个人那边讲了一件事。我其实有点被那个观点打动，因为我每一次在网络上被虐的时候啊，我都会想一下说，那个虐我的人是不是很不开心？那虐了我之后会不会开心一点？所以今天这个选手是唯一一个从那个人的角度出发，他提醒大家说，你每次在网络上发出一条那么阴暗的那种话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想把我的 BB King 就给他。好，小春哥，你要在姜思达、潇潇和秋晨之间选择一个本场 BB King， 第一个、第二个和戴帽子的那位。一定选他们吗？这3个当中选一个。当然你可以选我啊，但是他没戴眼镜。好的。 OK。为什么选他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帅，刚才。长得很帅。讲得很帅啊，长得一般，讲得很帅啊。好。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小春哥给的是姜思达，看看金姐和蔡团长。我给的是潇潇。哇，金姐给的是潇潇。好，那我们感谢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把10万元抗饿基金给潇潇，谢谢。祝贺潇潇，也特别感谢冠名播出《奇葩说》的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谢谢，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奇葩说只有一个少奶奶，就是说潇潇。但说真的，今天晚上这一场，虽然我赢了，我也拿了 BB King， 但我真心不觉得自己是今天晚上表现的最好的。如果要给的话，我会给如今。我其实觉得如今今天说的特别对，但是不管怎么地，输了就输了，心服口服。是，如今你今天不想说点啥吗？对啊，我们喝一杯聊天愉快的雅哈咖啡。这场辩论的确让我听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马东最后的辩论，他选择了非常艰难的一方，然后他做到了。后发的人是占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如果我真的是一个辩手，我觉得我应该死无葬身之地，还是挺难的，但是很过瘾。